是一场王牌与王牌的对决。当全红婵和陈芋汐作为对手同时出现在一场比赛中时，也就意味着其他国家的选手只能变成小迷妹，静静地看着这两位大神秀操作。外国跳水队煞费苦心研究的压水花技术，到了他们俩这里就是基本操作，直接将国外教练看得心服口服。这激动人心的比赛就是2023年跳水世界杯西安站女子10米跳台决赛现场。此次中国队派出全红婵和陈芋汐参战，昔日的王炸组合今天将变成对手，一决高下。虽然今天参赛的其他选手实力也非常强劲，但很可惜注定要沦为全红婵和陈芋汐的飞金版。首先登场的是意大利选手萨库拉，她的第一跳选择5253，第一难度系数3.2。萨库拉的这一跳得到了72.00分。第二位登场的是英国选手斯托里尼，他选择6243，低难度系数3.2。不愧是全红婵的好朋友，托里尼的这一跳得到了76.8分，展现了不俗的实力。随后就是我们中国选手陈芋汐的第一跳，选择107，低难度系数3.0。陈芋汐的状态不错，第一跳得到了85.5分。让我们来看全红婵的第一跳，同样是107，低难度系数3.0。完美一跳得到了87.00分。第一轮结束，全红婵暂排第一，陈芋汐排名第二。接下来是意大利选手的第二跳，选择107，低难度系数3.0。最后只得到了58.5分。同样的动作在对比你就知道中国队做的有多好。下面是英国选手的第二跳，选择407，低难度系数3.2。最后得到了67.2分。小姑娘歪了歪脑袋，也是十分清楚自己的问题出在哪。我们来看陈芋汐的第二跳407，低难度系数3.2。最后得到了92.8分。全红婵的第二跳同样选择407，低难度系数3.2。这一跳的空中动作十分漂亮，但是入水控制欠缺了一点，最后得到了83.2分。这一轮陈芋汐反超到了第一，全红婵以8分之差排在第二。要知道高手对决比的就是毫厘之间。我们来看意大利选手的第三跳，最后得到了52.8分。英国选手的第三跳，最后得到了67.5分。中国选手陈芋汐的第三跳126C，难度系数3.3。稳定一跳，再次得到了92.4分。中国选手全红婵的第三跳，选择6243，低难度系数3.2。同样得到了92.8分。这一轮，两位中国选手以绝对分差稳稳占据第一，全红婵仅仅落后7分。现场的粉丝们也在为他加油打气。意大利选手的第四跳，最后得到59.45分。英国选手的第四跳，最后得到了67.2分。中国选手陈芋汐的第四跳，选择207，难度系数3.3。这一跳出现了严重失误，最后得到了69.3分。此时全红婵反超的机会来了，她同样选择207，低难度系数3.3。看来俩人对207C 这个动作把握性都不大。全红婵的这一跳同样出现失误，只得到了69.3分。很可惜，这一轮全红婵并没有把握住机会，依然以7分之差排名第二。还剩最后一跳，到底是陈芋汐夺冠还是全红婵逆转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意大利选手的最后一跳，最后得到了64.00分。英国选手的最后一跳，后得到了81.6分。接下来就是陈芋汐和全红婵的最后一跳，大家屏住呼吸，千万不要眨眼。陈芋汐选择5253，低难度系数3.2，稳稳的拿到了91.2分。此时压力来到了全红婵这里，全红婵的最后一跳5253，低难度系数3.2。裁判同样也给了91.2分，恭喜陈芋汐。不过全红婵之所以被大家喜欢，不仅仅是因为其强大的实力，更重要的是底层出身的她拥有着一颗不服输、打不到的大心脏，杀不死的只会让你变得更强大。让我们给全红婵加油点赞，同时也为陈芋汐点赞，你们都是好样的。注意看，当中国选手接连在比赛中出现严重事故后，现场的日本观众可笑开了花。要知道，如果中国队正常发挥，实力还是很强的。
此时两位中国选手的排名已经落到了4名开外。正当所有人都觉得中国队此次必将马失前蹄之时，小将张家齐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，风声一跳，震惊全场。这是2019年跳水系列赛女子10米台决赛现场。此次我们派出了实力小将张家齐和任茜前来参战，由此可见中国队对于这次比赛十分重视，因为此次比赛在日本举行，而中国跳水队势必要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响彻日本的云霄。然而对于这场比赛来说，中国队发挥的并不稳定，甚至让外国选手产生了可以夺冠的错觉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中国跳水队不仅有强大的实力，更有着一颗大心脏。那么接下来闲话不多说，让我们进入这场跌宕起伏的比赛。首先登场的是日本选手，他选择405B 难度系数 2.8。最后得到了78.4分。随后是加拿大选手的第一跳，选择5253，B 难度系数 3.8， 最后得到了76.8分。接下来就是中国选手任茜的第一跳，选择107，B 难度系数 3.0， 最后也得到了72.00分。中国选手张家齐的第一跳，选择107，B 难度系数 3.0。张家齐的第一跳出现了失误，最后只得到了67.5分。第一轮结束，任茜排名第1，张家齐排名第6。来到第二轮，日本选手的第二跳选择107，比难度系数 3.0。第一跳看来是失误了，最后得到了40.5分。加拿大选手的第二跳选择107，比难度系数 3.0。这一跳同样水花没有压住，最后得到了67.5分。我们来看任茜的第二跳，选择407，C 难度系数 3.2， 这一跳是最后的第二跳。任茜的这一跳十分完美的得到了91.2分。随后是张家齐的第二跳，选择407，C 难度系数 3.2。这一跳张家齐找回了一点状态，最后得到了72.00分。二轮战罢，任茜稳居第1，张家齐追到第4名。日本选手的第三跳选择205，B 难度系数 2.9， 最后得到了69.6分。加拿大选手的第三跳选择207，C 难度系数 3.9， 稳定一跳，最后得到了79.2分。中国选手任茜的第三跳选择207，C 难度系数 3.3。非常遗憾，任茜的这一跳在动作上出现了严重失误，最后只得到了59.4分。任茜的这次事故让中国队的夺冠形势变得岌岌可危。此刻排名第4的张家齐登上了赛场，他的这一跳选择207，C 难度系数 3.3， 完美一跳得到了85.8分。这一轮在中国队危难之际，张家齐站了出来，超至第1。不过加拿大选手依然紧咬着比赛。来看关键的第4轮，日本选手的第4跳，最后得到71.4分。加拿大选手的第4跳，最后得到了80.00分。中国选手任茜的第4跳，任茜的这一跳再次出现了失误，最后只得到了67.2分。中国选手张家齐的第4跳，找回状态的他愈发不可收拾，这一跳再次得到了86.4分。这一轮张家齐依然排名第1，加拿大选手紧跟其后排名第2。只是还剩最后一跳，加拿大选手势必会做出最后的努力，张家齐能否顶住压力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日本选手的最后一跳，最后得到了67.2分。加拿大选手的最后一跳，稳稳一跳，再次得到了81.6分。中国选手任茜的最后一跳，任茜的这一跳同样得到了81.6分，但是由于前2次的失误，目前的总分仍然落后加拿大队。此时中国队要想夺冠，张家齐的这一跳必须确保万无一失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张家齐毅然决然站上了赛场。当张家齐干脆利索地完成这一跳后，现在质疑声都烟消云散。最后中国选手任茜的最后一跳，中国队有惊无险地拿到了这枚金牌，并开始了这轮系列赛疯狂的夺冠之路。让我们为这2位小姑娘喝彩吧！